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大家好，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，向大家推荐一本改变无数人生活轨迹的书籍《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日本知名的整理咨询顾问近藤麻里惠 （Marie Kondo），她被誉为日本整理女王，并曾被美国《时代》杂志评选为2015年世界最有影响力100人之一。近藤麻里惠从小就对整理充满热情，她通过多年的实践和研究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整理方法，并将其整理成书。这本书不仅教会我们如何整理物品，更引导我们如何通过整理来改变生活，甚至改变人生。在开始介绍这本书的核心理念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的生活被过多的物品所困扰？你是否渴望拥有一个整洁、舒适、充满幸福感的生活空间？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，那么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正是你所需要的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的世界，探索其中的奥秘。1. 核心理念：只留下让你怦然心动的物品。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的核心理念非常简单，却极具革命性，只留下那些让你怦然心动的物品。这个理念的核心在于，通过选择和保留那些真正让你感到快乐和幸福的物品，来创造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生活环境。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，人类对物品的情感依附往往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强烈。过多的物品不仅占用物理空间，还会占用我们的心理空间，导致压力和焦虑。通过选择那些让我们心动的物品，我们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情感上的清理和净化。1. 集中整理：将所有同类物品集中在一起，例如所有的衣服、书籍、文件等。2. 逐一触摸拿起每一件物品，感受它是否让你心动。3. 果断舍弃：对于那些不心动的物品，果断舍弃，不要犹豫。通过这种方法，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空间变得更加整洁，你的心情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和愉悦。正如书中所言，整理不是要你丢弃东西，而是让你珍惜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有一位读者在实践了这个方法后，发现自己竟然拥有50件从未穿过的衣服。他意识到，这些衣服不仅占据了他的衣柜空间，还让他每次找衣服时都感到焦虑和烦躁。通过整理，他不仅腾出了大量的空间，还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穿衣风格。2. 整理的顺序：先易后难，逐步深入。整理并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，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近藤麻里惠建议我们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整理，首先是衣服，然后是书籍、文件、小物品，最后是纪念品。这种顺序的安排是有其心理学依据的。衣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接触的物品，也是最容易做出判断的。通过从简单的物品开始整理，我们可以逐步建立起整理的信心和习惯，然后再去处理那些更具情感价值的物品。1. 衣服：从外套、裤子到内衣、袜子逐一整理。2. 书籍：将书籍分为保留、捐赠和丢弃3类。3. 文件：只保留那些当前需要的文件，其他的全部处理掉。4. 小物品：从厨房用具到化妆品，逐一检查。5. 纪念品：最后处理那些具有情感价值的物品。这种逐步深入的整理方法，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一开始就陷入情感纠结，从而更容易地做出决定。正如书中所说，整理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。一位读者在按照这个顺序整理后，发现自己不仅整理出了大量的空间，还对自己的生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他意识到自己过去总是被过多的物品所拖累，而通过整理，他找到了真正重要的东西。3. 整理的技巧：折叠与摆放的艺术。近藤麻里惠在书中详细介绍了很多实用的整理技巧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的折叠法和摆放法。这些技巧不仅让物品更加整齐有序，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高效。整齐有序的环境可以带来心理上的舒适感和满足感。通过学习这些技巧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生活空间，从而提升生活质量。1. 折叠法：将衣服折叠成小块，竖着摆放，这样不仅节省空间，还方便取用。2. 摆放法：将物品按照使用频率和类别进行分类摆放，例如，将常用的物品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，而不常用的物品则放在柜子深处。这些技巧不仅让物品更加整齐有序，还让我们的生活更加高效。通过这些方法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生活空间，从而提升生活质量。有一位读者在学习了这些技巧后，发现自己每天早上找衣服的时间大大减少。他感慨地说，以前早上总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衣服而手忙脚乱，现在一切都变得井井有条似。整理的心态：感恩与珍惜。近藤麻里惠强调，整理不仅仅是对物品的处理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在整理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学会感恩与珍惜，感谢那些曾经为我们服务的物品，并珍惜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感恩和珍惜是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，
可以带来幸福感。通过感恩和珍惜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情绪和心态，从而提升生活质量。1. 感恩，在处理每一件物品时，感谢它曾经为你带来的价值。2. 珍惜，对于那些让你心动的物品，要好好珍惜，并给予它们应有的位置。这种心态的转变，不仅让整理过程变得更加愉快，还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。正如书中所言，整理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感恩与珍惜的过程。有一位读者在整理过程中，发现了自己多年前收到的一封感谢信，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温暖和满足。他意识到，生活中有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，而整理让他重新发现了这些美好。5. 整理的终极目标，创造一个心动的生活空间。整理的最终目标是创造一个让你心动的生活空间。这个空间不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存在，更是一个心灵的栖息地。通过整理，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充满幸福感和正能量的生活环境。一个整洁、舒适的生活空间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通过整理，我们可以更好地管理我们的生活空间，从而提升生活质量。1. 个性化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，打造一个个性化的生活空间。2. 功能性，确保生活空间的功能性，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。4. 美观性，注重生活空间的美观性，让它成为一个让人心动的存在。一个心动的生活空间，不仅能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能带来心理上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通过整理，我们可以打造一个充满幸福感和正能量的生活环境。有一位读者在整理后，发现自己的家变得更加温馨和舒适。他感慨地说，以前总觉得家里乱糟糟的，现在一回到家，就感到一种深深的放松和满足。通过以上对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这本书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整理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技能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。它教会我们如何通过选择和舍弃，来创造一个充满幸福感和正能量的生活环境。总结一下，这本书的主要价值和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。1. 核心理念，只留下那些让你心动的物品。2. 整理顺序，先易后难，逐步深入。3. 整理技巧，折叠与摆放的艺术。4. 整理心态，感恩与珍惜。5. 终极目标，创造一个心动的生活空间。现在，我想邀请大家行动起来，开始你的整理之旅。不要害怕，整理并不是一件难事，只要你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和心态，你就能轻松地打造一个让你心动的生活空间。记住，整理是一个发现自己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感恩与珍惜的过程。通过整理，你可以找到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，并创造一个充满幸福感和正能量的生活环境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整理不是要你丢弃东西，而是要你珍惜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。希望大家在整理的过程中，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心动人生。谢谢大家的聆听，希望你们都能在整理中找到快乐和满足，开启一个怦然心动的人生旅程。